Hello， 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 Women in Tech 这个话题。大家都知道在Tech Industry 呢，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industry。大家对程序员的想法就是穿着格子衬衫，然后背着黑色书包这样的一个 stereotype 的一个印象。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之前在北欧留学的一个朋友，叫 Julia， 然后她比我小2届，她现在是在长沙的一家 tech 公司做 PM 的职位。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女性在 tech industry 里边会有遇到哪些困难，或者有一些什么跟作为男性的 programmer 啊这些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和感受。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就是在这个 IT industry 的一些经历。对 ，Julia 之前是在瑞典留学，你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当时想要去读 software engineering 这个专业，然后你当时是不是有特别想要做 programming 的一些工作啊、一些规划或怎么的 ？OK，其实我选择这个软件工程这个 program 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啦。其实但是在当下那个大环境下，软件啊、IT 啊，其实是一个比较popular 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生都是会非常的清晰的，就是方向嘛。所以说这一方面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因素，第二一方面就是有选择瑞典，因为瑞典也是一个比较科技啊、创新这方面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就是说相信这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主要是这2方面的考量吧。大家都知道呢，在瑞典是男女平权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就 Julia， 你当时在读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关于瑞典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会对你在未来后来走向这一个职业有没有一些启示，或者对你人生会有一些帮助呢？对，因为在瑞典的话，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就是会说是一个比较女权的社会但是所以就是说无论是在生活、学习还是工作的这个氛围中，会比较的一个都是比较平等的状态嘛所以我没有感觉说有什么，我是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也觉得这样会比较健康，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方向吧。在 Tech Industry 呢，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行业，然后大家对程序员的印象都比较刻板，就认为他们是比较难沟通，然后每天对着电脑，然后也不是特别想要跟人主动的去交流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要问一下 Julia，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像如何去领导程序员，在你们团队当中如何去扮演一个女性领导者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可能像在我们确实对这个社会对程序员确实好像有一些可能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刻板印象确实也来源于一些事实的情况那在我只能以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那有的时候程序员确实因为他们有几个特质，他们会不善于沟通他们第二就是他们会比较相对会被动一些，所以这些的因素呢会导致说在合作上和协作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团队中有一个更加善于沟通、善于发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女性的话很多时候吧，女性会相对更加细致敏感一些这个时候能够发挥女性角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吧能够更加好的把跟程序员这种沟通之间的问题、团队配合上的问题找到很快速的定位到问题，所以女性会更加的就是能够用她们自己的这个敏锐度，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问题，然后并予以解决。对。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边呢，就是会有一种非常 masculine 的一种主导权，所以女性在 tech industry 会不会遭遇到歧视呢？那在我的这个经验当中的话，我觉得很明显的歧视其实还是不会太发生，就是对吧？非常让人就是 uncomfortable， 其实还好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话，我觉得是大家也会对女性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会认为说女性你的逻辑思维就比男性会要差一些因为大家会认为女性会更加的感性然后在 IT 的这个领域里面，逻辑思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对看到一个女性的这种PM 也好，或者是任何职位也好大家会她设计的东西会不会逻辑不严谨，所以说会有这种担忧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这种刻板印象希望还是能够打消这样的印象，因为女性应该来说思考问题的时候跟男性是一样的，就是严谨并且有逻辑性。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想要问一下 Julia， 对于现在刚刚毕业或者还在读理工类或者想从事 IT 类行业的同学，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求职的建议呢？OK， 那因为现在作为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职位，其实是时下比较热门的一个职位，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其实它的门槛很低
因为它是不限你说你的专业是哪一门，你可以是金融，你可以是也可以是 IT 甚至可以是心理学，所以大家会认为它的门槛比较低。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个职业呢？是因为它的天花板很高。因为你像很多大公司的 CEO 或者是更高层的那个职位，他们前身其实很多人是产品经理在转型过去的。那是因为产品经理需要具备一个比较全能的素质。那这里就会讲到说，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素质呢？我相信除了一些基本功我们所谓的 IT 的基本功，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产品经理的话，你需要有一些商业的洞察力这是对行业的了解。无论你是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业务，对吧？你可以是各行各业，但是你对你的行业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这种商业嗅觉，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的话，产品经理不只是在 focus 在一个你的产品设计，而是其实你是项目管理的这种 leader， 所以你需要承担的是项目管理的职责。所以说你要对项目有统筹力出现问题要有解决的能力所以说项目管理的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像还有一些比较硬的基本功像对于数据的这种敏锐的这种分析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你就是说及时的发现你们整个产品线的问题，甚至是运营上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当然是优化你所做的这种产品这也是数据分析的能力。再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人需要有不断这个学习的能力所以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你一定要一直就是保持一颗好奇心，然后一直去学习和充实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简单来说，以上这些能力如果你都具备的话，你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大家都知道，在 IT 行业呢，996是一个标准配置。然后作为女性，在家庭中可能会扮演妈妈的角色，也有可能会家庭妇女的一个角色。所以，作为女性，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去做一个平衡呢？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下，就是我所见到的一些女性同事她身上的一些经历吧。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女同志呢，她其实是已经会要有小孩是有家庭需要去兼顾的。那同时工作肯定也是比较繁忙的因为 IT 的公司是一个比较竞争性的公司，或者是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的养老型一直要推陈出新，所以说工作的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那我所了解到的确实是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在工作那确实是会出现说可能到晚上8点甚至也许9点才能离开公司的情况那我可能也在想说，到底他们会是怎么去 balance 他跟他家庭还有他跟他小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生活呢？但是目前看来就是说我没有听到太多的好与不好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说只要大家觉得你还能够忍受，只要你还没有 push 到你自己的那个线的时候也许一切都是大家自己各自想要的方式吧。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想要问一下 Julia， 手下有这么多男性的程序员，是需要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扮演一个强者的形象呢，还是扮演一个非常温和的形象，来以一种疏导的方式进行问题的沟通与解？其实在工作中的话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同样身为像 PM 这个角色的话，也会有不同性格的人。那有些可能是比如说是亲和路线一些的，然后另外有一些可能他并不是就是所谓的亲和的路线吧那但是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这种缺点。那首先讲一下亲和的这种其实你确实就是会少一些威严，对吧？你可能说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笑嘻嘻嘻嘻哈哈的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在跟程序员和团队互动的时候程序员其实会更加好接受一些，对吧？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嘛，所以说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很好的，大家会觉得很舒适。但是如果换另外一种形象的话呢，有些人因为他确实就不是可能笑嘻嘻打打闹闹的性格，所以说也没有必要为了去变成一种亲和而改变自己本身的一种性格。所以说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笑嘻嘻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要我觉得因为在工作场合是一个专业的场合，所以是讲道理的，只要你能够清晰的把事情传达下去然后互相有这种沟通的机制是建立起来的，所以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两种性格的人吧其实都是可以跟那个团队产生很好的配合的。就是如果是其实所谓不那么嘻嘻哈哈，对吧？所谓不苟言笑一点的这种产品经理的话呢，他其实内心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只是表现得会比较强势一些。强势不代表说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或者是程序员弄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啊，不代表他会去责骂啊，这肯定责骂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说他一定是循循善诱啊，甚至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团队出现了问题啊，第一时间不是表现出严肃，而是可能要去安慰一下团队啊，用你自己觉得最恰当的方法啊，让团队怎么稳住大家的这个军心啊，所以就是我相信强势的人一定也是有用自己柔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 IT 这个行业呢是一个看似比较 nerdy 的一个行业，作为一个女性呢，如何才能从高中到大学培养这样子的兴趣，或者吸引更多的女性进入 tech industry？ Julia，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对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其实我所看到的一个现状的话，其实在整个 IT 的行业里面啊，现在女性的比重其实是越来越重了。因为那如果大家不了解 IT 行业的话，在尤其像互联网公司的话，IT 它其实是有很多岗位，不同岗位的啊，也有不同的业务线啊，所以说岗位就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程序员这种岗位啊，当然也有像产品经理 PM 对吧？甚至有些公司会有单独的项目管理的岗位，然后还有运营岗位啊，所以那产品这种或者运营又可以细分成很多，有些是内容运营啊，有些是产品运营，就是会有不同的岗位，会就是职别分得比较清楚，所以说会每个人可能都能找到自己所擅长的一个领域，所以如果是无论是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如果我们今天围绕女生来做一个这样的这种 guidance 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你进入到 IT 公司的话，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如果打个比喻，你如果是一个有一些美术功底你可以尝试，然后你文笔也很好，你可以做一些内容运营的工作你可以将自己的这种长处，然后再结合现在比较发展比较蓬勃的 IT 产业做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关联，也是对于你的职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所以现在从事这些岗位的女生吧，比重是越来越重了，所以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